大家好，我是养怡时光的郑佳怡，一名有近20年飞行经验的空乘。今天想和大家聊聊一个常见的误区，即使您持有10年有效签证，资金充足，行程清晰，也可能在入境时遇到麻烦。不久前，我亲眼见到一位条件优越的退休教师阿姨，在海关被带下飞机遣返，舱门未关，她在廊桥那头含泪回望。后来她颤抖着对我说，我只是心疼女儿在国外带2个孩子，想去帮帮忙，他们看我的眼神像看罪犯。这句话让我久久难忘。我们眼中的亲情相助，在海关和法律视角下，可能被解读为可能非法工作的风险。许多长辈出国探亲，帮忙照料孙辈，本是一片爱心，却因不熟悉签证规定而在海关受挫，甚至留下心理阴影。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份实在的避险指南。如果您或家人正准备出国探亲，尤其是计划协助照顾孩子的，请务必花几分钟了解规则，这或许能避免经济损失，更避免一场期待的团聚变成离散。在分享干货前，如果觉得我的话真切有用，请在评论区为我留下顺利通关，并关注养怡时光。您的每一个转发，也许就能提醒一位即将出行的长辈，这也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好了，闲话不多说，我们立刻进入正题。咱们首先要说的这个坑是排在第1位的，也是最容易让老实人中招的，那就是你嘴里说出来的话，特别是回答入境目的这句话。咱们中国人啊，特别是长辈们，讲究一个诚信为本，有一说一，觉得撒谎心里不踏实，这种品质在生活中绝对值得点赞。但是您记住了，在海关那个特殊的环境下，您的大实话很可能就直接把自己送进了审讯室。当那个穿着制服、表情严肃的海关官员盯着你，问你来我们国家的目的是什么，或者你打算停留多久的时候，你脑子里的那根弦一定要绷起来。这里面有3个字眼，是绝对的高压线，在咱们这儿是浓浓的亲情，在他们那儿可能就是立案的案情。第一个打死也不能说的词，就是带孩子。不管您是带亲孙子、亲外孙，还是帮亲戚朋友暂时照看一下孩子，只要您口中说出我来带孩子，我来照顾宝宝这个意思，麻烦就大了。因为在英语的语境和法律体系里，照顾孩子这个行为对应的就是一个正式职业，保姆或者育儿嫂，这是一个需要专业资质，需要缴纳所得税，最关键的是需要合法工作签证才能从事的职业。您拿着旅游签证或者探亲签证，开口就说您是来干这个的，那在海关官员听来，就等于直接承认你好，我准备来你们国家非法打工了。他们的逻辑链条非常直接，如果你的子女需要人照顾孩子，他们应该去本地劳务市场雇拥有合法身份的保姆，这样能为我国创造就业岗位，增加税收。你从国外过来免费干了，就等于让一个本地保姆可能失去了工作机会，所以你这不就是来扰乱我们就业市场的吗？我亲眼见过不止一位阿姨，就是因为太实诚，官员问他 What's the purpose of your visit？ 您此行的目的是什么？阿姨可能听懂了几个单词，笑着比划着说，宝宝，我女儿的宝宝我来照顾。好了，话音刚落，官员脸色一变，直接在护照上盖章，旁边的工作人员就过来了。任凭你怎么解释是家人是外婆都没用，因为你的目的陈述已经触犯了他们的法律红线。第2个千万要绕开的字眼是帮忙，特别是帮忙做生意或者帮忙做饭，这种情况在留学生家庭或者海外经营小生意的家庭里特别常见。孩子在国外开个小餐馆、便利店，创业初期特别辛苦，父母看了心疼的不得了，趁着探亲的机会就想到店里去搭把手。心想，这是我自己家的生意，我又不领工资，我帮我儿子收个钱，帮我闺女端个盘子，早上起来帮她炸个油条，这还能犯法？我告诉您，这还真就犯法了，而且是最容易被抓现行的那种。从法律上讲，只要你出现在了商业经营场所，并且参与了任何形式的劳动，无论你是否收取报酬，海关和移民局都可以认定你是在工作。我有一个朋友，他父亲特别勤快，去美国看儿子，儿子开了家中餐馆，老爷子闲不住，看到后厨忙，就默默坐在角落帮忙剥蒜、摘菜，结果正巧赶上移民局抽查，被抓个正着。老爷子一句英文不会说，比划着说这是我儿子的店，翻译过来也没用。最终的结果就是被认定为非法劳务，探亲行程彻底泡汤，直接被遣返。
还有一种情况，阿姨们可能想着我去给我女儿一家人做做饭，打扫一下家里卫生，这种行吧？海关如果较真，问你，那你女儿会付给你报酬吗？这个问题就是个坑，你说不给，自家女儿给什么钱？他们可能怀疑你撒谎。你要是实在说有时候女儿会塞点零花钱，那完了，有金钱往来的劳动，非法打工的嫌疑就更坐实了。所以这些事儿咱们关起门来做是天伦之乐，但在海关面前必须变成绝对不能说的秘密。第三个容易踩雷的表达是关于居住时间的，比如来陪读或者打算常住，很多家长，特别是孩子刚出国读大学，放心不下，想着孩子的1年生活不适应，自己去陪一段时间。海关问你打算待多久？你一心疼孩子，脱口而出：我儿子在这儿读4年书呢，我得陪着他，照顾他生活，起码待上1、2年吧。这句话一出来，几乎就等于给自己的通关之路亮起了红灯，因为绝大多数国家的旅游或探亲签证给予的单次最长停留期就是6个月，你开口就说要住1、2年，这在海关官员的理解里就是强烈的移民倾向。他会立刻怀疑你为什么不去申请能够长期居留的移民签证或者陪读签证，你是不是想用旅游签证入境，然后黑在这里不走了？一旦被贴上有移民倾向的标签，拒绝入境就是分分钟的事。那有朋友要问了，郑嘉怡，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说，我到底该怎么说才对呢？大家拿小本子记好了，核心答案就围绕2个词，第一个是探亲，第二个是旅游。当海关官员问你入境目的时，你就清晰肯定地说，我是来探望我的女儿儿子一家人的，我们很久没见了，或者说我是来旅游度假的，早就听说你们国家的风景很美，想来玩一玩。如果你英文不好，没关系，就记住2个最简单的单词 visit 探访和 tourist 游客，把这2个词说清楚，配合上自然的微笑就足够了。至于你过了海关，到了家里，是想一天24小时抱着孙子不撒手，还是想给全家人天天变着花样做满汉全席，那都是您家庭内部的爱与付出，海关管不着，也不会知道。但在此之前，那些关于照顾、帮忙、长期陪伴的计划，请一定要牢牢地锁在肚子里。讲完了说话的艺术，咱们接下来说说第2个大坑。这个坑跟钱有关，而且这里面的分寸特别难拿捏。很多朋友都知道，出国带现金不能带太多，有上限，但您可能不知道，带的太少，甚至不带，问题可能更严重。咱们先说说带多了怎么办。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主流国家，一般都规定，个人或家庭携带的现金包括旅行支票等，如果超过1万美元或等值外币，就必须进行申报。请注意，这里是必须申报，而不是禁止携带。很多叔叔阿姨一听申报就害怕，以为是找麻烦，干脆藏着掖着，或者想各种办法蒙混过关。这是大错特错的，只要你的钱来源正当合法，比如是你的退休金储蓄、子女的赠与，你大大方方填一张申报表，告诉海关官员你带了多少钱，计划用于旅游消费，一般来说不会有问题。申报是一个合法的程序，不是惩罚。但如果你心怀侥幸，觉得我带了1万2，我不说，他们也不一定查，一旦被抽查到，这笔钱很可能会被全额暂扣，甚至没收。你本人也会被列入怀疑对象，接受更详细的盘问，后续麻烦无穷。还有一种更危险的做法，叫做拆分携带。比如老2口一起出国，一共带了18000美元，为了每人都不超过1万刀的申报线，就老头身上放9000，老太太身上放9000，觉得这样万无一失。我告诉您，这在海关和反洗钱法律里是一种明确叫做拆分现金的违法行为，是涉嫌洗钱的典型手段之一。海关在审查时，如果发现你们是一家人，同行者就会将你们携带的现金合并计算。一旦被发现是故意拆分以规避申报，处罚会比单纯超额未申报严厉得多。不仅钱保不住，人可能当场就被扣下来调查，签证也可能被取消。之前真的有这样的案例，一家3口，每人身上揣了9900美元，结果在海关被经验丰富的官员识破。最终鸡飞蛋打，旅程还没开始就结束了，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那您说，郑嘉怡，我干脆与时俱进，1分钱现金不带，只带信用卡和手机，搞移动支付，这种安全了吧？
抱歉，这也有可能出问题。如果你身上1分钱现金都没有，海关官员同样会升起疑虑。他们的思维逻辑是这样的：你来我的国家旅游，总要有些及时的小额消费吧，比如下飞机坐个摆渡车，在机场买瓶水给小费，或者去到一些小镇集市，那里可能不支持中国的移动支付，信用卡也不普及，你身无分文，怎么解决这些基本需求？那你是不是打算入境之后立刻去打黑工赚钱，或者完全依赖当地的亲友养活，成为我们社会的公众负担？一旦被怀疑有成为公众负担的可能，入境许可就悬了。我遇到过一位年轻的留学生家长，想着国外刷卡方便，就只带了几十块零钱和一张信用卡。海关问他：你计划旅游2周，这点钱怎么够？他自信地说：我有信用卡，额度很高。海关要求他出示信用卡的可用额度证明或者近期的银行流水，他一时又拿不出来，结果就被带进了2次检查室，折腾了好几个小时。虽然最后放行了，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被搞垮了。所以我给大家最实在的建议就是走一个中庸之道，根据你旅行计划的时间长短，带上适量的合理的现金。比如说你准备待半个月，那就带上1500到3000美元左右的现金，放在不同的地方保管好，主要用于小额支付和应急。同时准备好一张国际通用的信用卡，以及可以境外取现的储蓄卡。这样的配置传递给海关的信息是：我有足够的财力支持这次旅行。我是来消费，来给你们国家贡献旅游收入的优质游客，而不是来蹭资源或者找活干的。同时我的资金安排又很合规，不会触及申报红线，这个度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第3个大坑，是最近这几年才越来越突出，但很多人都没有警惕的，那就是你的手机和社交媒体。现在的海关权力比你想象的大得多。在许多国家的法律授权下，他们有权在边境检查你的任何电子设备，包括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而且不需要搜查令。特别是咱们华人最常用的微信，已经成了海关官员的重点关照对象。你可千万别觉得这是侵犯隐私。在国门边境线上，为了国家安全和移民执法，个人的隐私权是受到很大限制的。很多留学生、打工度假的年轻人，甚至是一些探亲的家长，都在这一关吃了大亏。海关官员如果觉得你的回答有疑点，或者就是随机抽查，就会要求你交出手机并解锁，然后他们会找来懂中文的职员，或者直接用翻译软件翻看你的微信聊天记录、朋友圈、微信群。他们在找什么呢？就是在找那些敏感词，比如打工、兼职赚钱、代购、挂靠、学费便宜留下来不回来了、结婚、假结婚等等。哪怕你只是在群里跟朋友开玩笑说，这次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个餐馆后厨的活先干着，或者说我读这个学校就是弄个身份，主要想去那边发展。这些聊天记录一旦被看到，海关官员可不会认为你是开玩笑，他们会当作你真实意图的铁证。之前有个真实的案例，一个女孩去澳大利亚旅游，海关检查她微信，发现她和闺蜜聊天，闺蜜问她去干嘛，她开玩笑回了一句，去碰瓷个土豪，嫁了就不回来了，哈哈。就这么一句玩笑话，海关认定他有严重的移民倾向和通过婚姻欺诈流境的意图，当场拒绝入境，立即遣返。还有那些在做微商代购的朋友，手机里全是客户的转账记录、发货地址截图、商品讨论群。海关一看，好家伙，你这根本不是来旅游的，你这是来从事商业活动的啊！你没有商务签证，这就是非法经营，同样可能导致你被拒绝入境。甚至你手机里存的一些搞笑表情包，比如那些在国内微信群经常流传的带点颜色或者暴力卡通形象的表情包，在有些国家，如果被认定为涉及儿童色情内容，那就不只是遣返的问题了，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刑事指控，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所以郑嘉怡在这里强烈建议大家，在出国之前，一定要给手机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把那些可能引起误会的聊天记录，尤其是涉及到未来工作计划、移民想法、生意往来、敏感话题的对话，该删除的删除，该退出的群可以暂时退出。清理一下你的微信收藏和相册，这不是教大家不诚实，而是在跨境旅行这个特殊场景下，一种必要的自我保护。你就想象你的手机是一个随时可能被海关官员打开的行李箱，你会把不该带的东西放进去吗？
同样的道理，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潜在的风险，大家心里肯定有点发慌，觉得海关也太可怕了，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通关吗？当然有。接下来佳怡就给大家送上我总结的通关护航秘籍，大家可要听仔细了。第一招叫做证据为王，核心就是准备好一份无可挑剔的行程计划和一张铁板钉钉的返程机票，这是向海关证明你旅游完毕就会乖乖回家的最有力武器。不管你是不是真的要去女儿家常住，在准备通关材料时，请务必制作一份详细的英文行程单。上面写清楚你在国外的每一天大概计划做什么，比如的一天抵达休息，第二天参观某某博物馆，第三天去某个国家公园，第四天在市中心购物。哪怕你实际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带孙子，这份行程单也要做得像模像样。住宿地址，如果住酒店就写酒店预订单，如果住子女家就写清楚子女家的详细地址和联系电话。最关键的是，一定要提前买好返程机票，并把电子行程单打印出来，放在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很多老人被怀疑有移民倾向，就是因为只买了去的单程票，回程票还没订，这在海关看来就是最大的疑点。你连什么时候离开都没计划，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打算走？所以，一张确定的，在签证允许停留期限内的返程机票，就是你最好的定心丸和护身符。他大声告诉海关，我在中国有家，有生活，有牵挂，我就是来短期游玩探亲的，时间一到我立刻就走，你们这地方我想多留都没兴趣。第二招，如果你是去探亲，一定要让你的子女提前准备好一封给海关的英文邀请信，这封信不是给你看的，是给海关官员看的正式文件。信里面要包含几个关键要素：子女的自我介绍，我是谁，我的住址、电话、电子邮箱，我的职业和收入证明，附上工作证明、税单或工资单复印件，证明我有稳定的经济能力。我邀请我的父母写明父母姓名和护照号来探望我。父母在停留期间的所有费用，住宿、餐饮、交通、医疗等将由我全额承担。我保证我的父母会在签证允许的停留期内，具体到某年某月某日按时离开，返回中国。最后，子女要亲笔签名。这封信的作用非常大，等于是有一个本地居民为你做了法律和经济担保。海关官员看到这封信，会觉得这位访客在当地有可靠的接应者，不会流落街头，不会成为社会负担，也没有经济动机去打黑工，那么放行的意愿就会大大增强。第三招是针对所有不熟悉英语的叔叔阿姨们的保底绝招，那就是千万不要因为紧张或不好意思而不懂装懂，更不要胡乱点头说 yes。在海关柜台前，如果你听不懂官员的问题，这完全正常，也完全合法。但最危险的行为就是，你看到官员看着你，嘴里说着话，你为了表示友好或避免尴尬，就微笑着不停点头，或者说 yes yes。万一官员问的是你是否携带了水果、肉类等违禁品，你一点头就等于承认了，开箱检查是小事，罚款甚至更严厉的处罚就可能跟着来。万一他问的是你是不是来找工作的，你一点头，那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正确的做法是，当你明确知道自己听不懂时，不要点头，可以轻轻的摇头，然后用清晰镇定的中文大声说，对不起，我听不懂英语，我需要一位中文翻译的帮助。或者你可以提前准备一张小卡片，上面用英文写着 I do not speak English, please provide a Chinese interpreter。我不会说英语，请提供中文翻译服务。根据法律，海关有义务为你提供翻译服务，这是你的权利。不要怕耽误时间，不要怕后面排队的人不耐烦。通过专业翻译进行准确沟通的10分钟，远比因为误解而被关进小黑屋，盘问几小时，甚至被直接遣返要好10000倍。等翻译来了，你再通过翻译清晰简洁地表明你的目的，探亲 visit family 或旅游 tourist。在整个过程中，保持目光坦然，姿态放松。咱们是合法合规的访客，是来消费的客人，心里没鬼，眼神就不要躲闪。另外再补充一个小贴士，关于衣着打扮。虽然说穿什么是个人自由，但在过海关这个非常正式的场合，穿着得体大方绝对能给你加分。不需要穿得多奢华，但请避免过于居家。邋遢的衣服，比如睡衣风格的宽松衣裤，也避免穿着看起来像特定行业工作服的服装，比如某些工装。
干净、整洁、得体的日常服装，比如 polo 衫、休闲裤、裙子等，最能给人留下一个正经游客的好印象。最后，佳怡我也想对着屏幕前可能正在看视频的子女们多说几句。如果你正在为父母申请签证，准备来探望你，那么请你一定要在他们出发前抽出时间为他们做一次海关模拟演习。你来扮演那个严肃的海关官员，把可能会问的问题来做什么，待多久，住在哪里，钱带够了吗？用中文或简单英文问他们，看看父母会怎么回答，并纠正那些可能引起误会的表述，帮他们把手机里敏感的信息清理一遍，帮他们把所有的文件、护照、签证、行程单、返程机票、邀请信、酒店预订单、保险单全部打印出来，按顺序整理好，放进一个透明的文件袋里，并告诉他们这个袋子一定要随身携带，绝不能托运。父母年纪大了，要独自面对一个语言不通、规则陌生的环境，心里本能的就会紧张害怕。咱们做子女的，把这些细节工作做到位，多花一点时间给他们讲解，演练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底气和安全感。他们的顺利通关，就是我们做儿女的最大的欣慰。我是郑佳怡，一个每天都在天上飞，真心希望每一位旅客都能平安出发，顺利抵达，开心回家的空乘。我想把我在万里高空和世界各地看到的、听到的、经历过的各种旅行经验和教训，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帮大家避开那些隐藏的坑，让每一次的家庭团聚和外出旅行都能成为100%美好的回忆。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视频，哪怕只有一句话对你或你的家人有帮助，请一定给我点个赞，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做下去的最大动力。也请你务必把这条视频转发到你的家族群、朋友群，特别是那些有长辈正准备出国的群里。你的一次转发，可能就是送给他们一把打开顺利通关大门的钥匙，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糟心经历。如果你还有任何关于坐飞机、过海关、旅行准备，甚至是目的的吃喝玩乐的问题，都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我会仔细看大家的每一条留言，并挑出最普遍、最关心的问题，在未来的视频里专门为大家解答。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祝愿每一位即将出行的朋友，旅途一切顺利，平平安安，通关畅行无阻。我们下期视频再见。